最近国际新闻头条又被美军刷屏了。早在3月26号，就有航空爱好者监控到了至少2架 B-2 幽灵轰炸机从怀特曼空军基地飞往印度洋战略前哨迭戈加西亚机场，在当时引起了不少猜测和讨论。到了4月6号，美国国防部高调宣布，6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从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起飞，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一场史诗级的空袭。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要对此次袭击负责。而这次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军果然出动了其压箱底的土豪玩具 B-2 隐形轰炸机，而且不是2架，是整整6架，占其总机队的 30%。 然而这场行动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美军又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战果，而是它创下了烧钱记录，单次任务成本高达数亿美元，相当于每分钟烧掉一辆兰博基尼，连马斯克看了都直呼内行。今天我们就扒一扒 B-2 出动一次到底烧掉多少美金，顺便看看美军下一步准备用这钞票粉碎机达成怎样的战略目的。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自问世以来便以其隐身设计和跨洲际打击能力惊艳世人，它是集成了美国在冷战期间最顶尖的军事航空技术的，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隐身轰炸机。该机集大载荷、长航时、超远程和隐身性于一身，能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球到达、全球投弹、全球摧毁的战略目标。但 B-2 隐身轰炸机作为全球唯一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一直以来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数量稀少，价格昂贵。根据最初的计划，美国本来预备的是生产132架 B-2 隐形轰炸机，但由于研发与生产费用过于高昂，生产目标一降再降，最后到生产线都拆除了，也只生产了21架。而根据美国2004年预估价显示，一架 B-2 的价格约合24亿美元或72吨黄金。要知道，一艘尼米兹级航母一艘的售价也就是40亿美元而已，2架 B-2 轰炸机比一艘尼米兹级航母还要贵8亿美元。除此之外，它的使用成本也是高的吓人，甚至有网友调侃道 B-2 出动一次比修个飞机场还贵。到底事实如何？我们不妨从多个角度拆解这一天价出动的组成部分。首先是飞行费用，飞行过程中 B-2 隐身轰炸机的涡扇发动机需要消耗大量的航空煤油，每小时喝油约15万美元。若从美国本土的怀特曼空军基地飞往中东，仅一台 B-2 的油钱就高达450万美元。这次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起飞虽然省了点，但往返也得200万美元。以及 B-2 每次飞行需要至少2名飞行员，2名飞行员时薪约200美元，飞30小时才 1.2 万美元。在 B-2 的账单里，这行字小到需要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到。而 B-2 轰炸机的任务执行往往是高强度远距离的，如执行远程核打击任务时，往往需要跨越多个时区，这时候就要使用空中加油服务。 KC-135 加油机服务费每小时2万美元，加满一次就算是友情价也需要50万美元。然后来看地勤与维护，支撑 B-2 背后的是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地勤团队。一般情况下，一架 B-2 需要一支50人团队伺候，团队的工资、保险加培训，再加上耗材和设备的磨损，都不容小觑。按照美军现有的数据计算，每架 B-2 每次出动的地勤及维护费用可能在10万到20万美元左右。还有保密工作的支出，为了保证 B-2 的相关数据不会外露，目前为止美军仅在保密工作身上的支出就高达2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弹药成本， B-2 所携带的炸弹种类繁多，从普通的制导炸弹到高端的核武器各有不同。如果任务要求精确打击高价值目标，出动时挂载的炸弹可能需要动用最昂贵的制导武器，比如这一次针对胡塞武装使用的 GBU 武器钻地弹，单枚造价约360万美元，6架 B-2 各带2枚，仅弹药费就高达4300万美元。如果携带的是 AGM-158 导弹，单价130万美元，一次任务挂10枚，恭喜，弹药费轻松破亿。B-2 还能够挂 B-61 和 B-83 导弹，不过这玩意儿属于是终极氪金道具，平时不敢轻易使用。任务后的保养费用，除了眼前的燃油、地勤和弹药，还有长期投入的折旧成本和技术更新维护费用。B-2 的研发和生产耗资巨大，
其隐形技术的维护也需要定期升级，还有任务后的保养。B2 每次任务后至少需要50小时保养。要知道 B2 的涂层和养护难度问题是非常高的，为了达到更好的隐身效果， B2 使用了一些极其昂贵的材料吸收雷达波。一台 B2 的隐身涂层若按照单价来计算，都可以购买一架当年的 F-15战斗机了。这种隐身涂层是用带有一点轻微放射性的材料制成，可以不断的发出阿尔法粒子，在材料内部形成轻微的电离层，可以大幅度的吸收电磁波的能量，但是保养难度极高，单次保养费用约合50万美元。如果涂层不慎刮花了，每台机器最少预备6000万美元的涂层修复费用。综合估算，一架 B2 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总成本1000万美元。大家要清楚，这只是估算。接下来咱们详细的盘一下这次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要花多少钱。6架 B2 起初从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岛出发，那里距离中东约4000公里。B2 的时速最大可以达到 0.92 马赫，也就是大约1127公里每小时，来回大约8小时。油钱加维护费每架300万美元，6架飞机就是1800万美元。为了打击胡塞武装的地下指挥所、导弹仓库及生产设施，以摧毁其持久战的能力，这次 B2 携带的是钻地深度可以达到60米的 GBU-57钻地炸弹，单枚造价是360万美元，每架飞机挂载2枚 GBU-57，总弹药成本4320万美元。地勤团队300人，单次任务工资支出是600万。隐形涂层修复单次50万美元，6架飞机就是300万美元。1800万加4300万加600万加300万，一共约是7020万美元。也就是说，如果6架 B2 同时出动且任务完成，就要花费约7020万美元。这个价格确实也是让美军大感头疼。不过这些都物超所值吗？早在冷战时期，为了应对华约集团的空中封锁，1980年由诺斯罗普公司提出的先进技术轰炸机计划在国会上获批。作为哈曼顿工程之后美国保密程度最高的军事科研工程， B2 的研发团队除了诺斯罗普，同时集齐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电气、洛克威尔、普惠和波音等顶级科研公司组队参与。经过数年时间研发， B2 一经亮相就震惊了全球。 B2 的隐身能力堪称物理外挂，其雷达反射面积仅约 0.1 平方米，远超其他隐形战机。同时 B2 上还拥有3大隐形黑科技：飞翼式气动布局、独特的无垂尾、无尾翼的平滑飞翼设计，将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减少雷达波反射角度。隐身涂层与材料，机身覆盖多层雷达吸波材料，可吸收 90% 的入射雷达波。钛合金主框架与碳纤维复合材料蒙皮结合，既轻量化又减少缝隙反射。红外与噪音控制，发动机进气道采用 S 型弯曲设计，尾喷口与机身背部融合，结合冷却技术，将红外信号降至极低，飞行噪音比民航客机还小，夜间突防时地面几乎无法察觉。除去超强的隐形能力，它的作战性能也堪称恐怖。B2 的作战半径覆盖全球，单次任务在不加油的情况下可飞行 1.2 万公里，一次加油的情况下可飞行 1.8 万公里，续航时间超过30小时。其执行任务的类型也非常多样，核常兼备，可携带 B6112 战术核弹或 AGM-158 隐形巡航导弹，既能执行核威慑，也能够实施常规精确打击。B2 官方给出的载弹量是18吨，但其实际任务中曾一次投掷2枚 GBU-57，总重 27.2 吨，远超公开指标。它的实际战绩也非常恐怖，自1997年服役以来， B2 参与多场关键战役，从未被击落。B2 轰炸机第一次投入实战是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这也是其投入服役10年后的第一次出战。接到任务后连续飞行30小时，从美国本土直飞南斯拉夫联盟，精准摧毁 70% 的战略目标。2001年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2架 B2 从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后，经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巴基斯坦、幽灵般潜入阿富汗境内，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等地上空后，使用 GDAM 炸弹精确轰炸了敌人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机构等关键设施，单次任务摧毁率超 90%。 正是因为 B2 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又实力强劲，所以它的大规模出动在国际政治上的信号更是强烈，不仅是对敌对势力的实际打击，更是向全世界展示
美国不吝于花钱的强硬姿态。在过去几年中，胡塞武装在也门局部战争中所展现的顽强抵抗，让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时刻警惕这一地区局势。近期，美军频频在中东海域陆基打击力量调配上进行调整，还动用 B-2 这样的贵族级的隐形轰炸机，也是为了造成更强的震慑。胡塞势力尽管在军事上与美军相比存在较大劣势，但其游击战术和对复杂地形的熟练运用，使得常规武器难以完全压制。现在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是确保红海航运安全，削弱其威胁，同时避免重蹈阿富汗战争覆辙。从这次 B-2 的动向、载弹数量与种类来看，美国可能采取以下步骤：升级空袭规模与精度，聚焦斩首与关键设施摧毁。这次6架 B-2 隐形轰炸机全部使用的都是 GBU-5级巨型钻地弹，打击胡塞武装的地下指挥所、导弹仓库及生产设施，就证明了其目的。接下来，在军事上，美军极有可能继续延续此次行动的方针，针对胡塞领导层实施定点清除，削弱其指挥链，例如借鉴以色列对哈马斯高层的打击模式，利用卫星和无人机情报实施精确打击，同时强化盟友协同，推动代理人战争模式，联合英国、沙特等地区盟友，重启类似2015年沙特主导的阿拉伯联军合作机制，分摊军事与经济成本。沙特虽在也门战争中受挫，但其对胡塞武装的敌意并没有减少。美军可以提供情报与武器支持，鼓励沙特地面部队牵制胡塞兵力，拉拢埃及、阿联酋等红海沿岸国家，建立联合护航舰队，降低美军单独行动的政治风险。而在面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袭扰加高价值目标威胁战术，美军极有可能修改战术，选择防御优先，强化拦截与反制能力，部署更多标准6导弹和激光防御系统，拦截胡塞的无人机与导弹。尽管单枚拦截弹成本远高于胡塞攻击武器，但保护航母和商船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超经济账。还可以利用电子战干扰胡塞通信网络，瘫痪其指挥系统，降低袭击频率，同时丰富打击手段，从狂轰滥炸转向外科手术，减少对航母舰载机的依赖，更多使用隐形轰炸机和远程巡航导弹，实施一击脱离战术，降低飞行员风险与装备损耗，秘密部署特种部队，引导空袭并搜集实时情报，提升打击效率。在政治上，美军可能会选择巩固反恐叙事，争取国内与国际支持。政府可将军事行动包装为反恐义务，削弱国内外的批评，同时向国会申请额外预算，联合欧盟共同谴责胡塞威胁全球贸易，将胡塞武装定义为国际公共安全问题，同时加大对伊朗制裁，限制其向胡塞输送导弹部件与无人机技术，还有可能对伊朗革命卫队海外基地发动秘密打击，或通过情报机构渗透破坏供应链，公开伊朗与胡塞武装的交易证据，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性决议，孤立伊朗外交空间。但这一次战争并不会过度升级，吸取阿富汗教训，美军不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也门，若需扩大打击，将依赖沙特等盟友陆军推进，美军仅提供空中支援与后勤保障。美国在中东的行动将遵循最小成本最大收益原则，以技术优势压制胡塞武装，以外交手段孤立伊朗，以盟友网络分摊风险。尽管无法彻底消灭胡塞，但通过持续削弱其战略资产，美国可迫使胡塞回到谈判桌，最终实现中东地区力量再平衡。好了， B2 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